了吗？你的人在我这儿，你要是不听我的，我把他们都杀了。你竟然说话不算话！那又怎样？我会让你知道，中国女人不好惹，中国女兵更不好惹。严彬，开火！子楠，你没事吧？没事儿。我错了，饶命！混蛋！那帮中国人追上来没有？暂时看不到，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埋伏。太大意了，粮食没抢到，还受了伤。如果不是你非要那个女人，咱们粮食早就到手。你还敢怪在我头上？要不是你们两个废物让人家潜伏到咱们中间来，怎么可能会被内外围攻？你们都给我闭嘴！谁再出声我就杀了谁！咱们必须到镇上的诊所取出弹片，否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这附近的村子早就被别人洗劫过一遍了，诊所都被清空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去丹城。不，那里现在是政府军的地盘，我们去了的话就是自投罗网。听着，你们谁都不许提交战和刚才抢粮食的事。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被武装分子打伤了，我们只是一些难民。指导员，怎么了？指导员，你说你在部队这么多年了，一向以稳重著称，怎么还会犯新人常犯的那种贸然行动的错误啊？什么叫贸然行动？子楠，我自己做事，自己心里有数。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你听说过没？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你被人羞辱，给人做人质，我做不到。你这是在关心我吗？我告诉你，子楠，我是绝对不允许公然侮辱女性这种事儿在我面前发生。你就承认吧，这会儿你心里已经有我了。这是在关心自己的战士。指导员，有时候呢，人要直面自己内心的声音。怎么了？新基地怎么样了？我在新基地，悠闲地晒着太阳，喝着美酒。我是不是应该感到特别高兴啊？可是我现在却为我自己付出的代价而感到痛苦。我的痛苦你理解吗？我脑海中的每一秒都在计算我的损失。我向你描述这么多，并不是为了回答你新基地这种无聊的问题。不是的，现在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向前推进？近来丹城附近武装暴动频发，局势有些失控。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大量难民和武装分子都涌向了丹城。乌托，你别着急，丹城都是我们的。别像3岁小孩一样的安慰我，我不想听虚头巴脑的话，我要的是具体的东西，能用手触摸到的东西。我可以不断地给鲁尔施压，挑拨他们三方的关系。你只需要安排好可以操控的傀儡，给鲁尔找好接班人。这个傀儡，我早就找好了，他你也认识，他叫阿明。这个人有一定的号召力，很多人相信他可以带来新的和平。你选他？你疯了吗？阿明是被鲁尔亲手罢免的，政府还在通缉他。
你难道就没有更好的人选了吗？你觉得你可以糊弄别人，但你糊弄不了我。如果你做不到，你最好给自己找个合适的机会出局，你明白吗？我会想办法的，好吗？对了，我现在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实话实说，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但我的仁慈和宽容驱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不能进去。不要误会，我是来找人的。我们有命令，没有证件一律不得入内，除非有人来接你。好，那你可以帮我通知他吗？可以，但要本人亲自出来。好，他叫聂风。他不在。哦，那宋建成他也不在。老毕他也不在。牧羊，还有冯志勇。哦，还有一个女孩，很漂亮的，她叫子南姐。对，朱子南对吗？对。她也不在。哦，对不起，如果没人来接你，请让一下。嘿，高院长。八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能看到你真是太好了。见到你我也很高兴。聂风他们呢？不巧，他们执行任务去了，现在没在。啊，好可惜。怎么了？我本来还想采访他们一下。采访他们？采访什么？就是我拍了一个不太好的视频。对了，我也可以给你看看。这些人的行为真是太恶劣了，一定不能就这么算了，让他们道歉。麦克先生，请问您这个视频是在哪里拍到的？是在城外土路上。可以拷给我一份吗？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太好了，麦克先生，您帮了我们大忙了。不客气。走，出来！走老实点！这是一位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给我们留下的录像。录像的最后，这位无私的国际友人惨遭不明武装分子的杀害，村庄的钱财、牲畜都被洗劫一空。这个村庄距离丹城只有10公里。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从手法和劫掠的物品判断，应该是塞利亚本地的武装组织，并没有什么针对性。作案以后就消失了，应该是流窜到了别的地方。但是，几乎是在同时，在另一起暴乱中，2个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救援队遭到了抢劫，15人因此丧生。救援队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被洗劫一空。这次抢劫就有很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因此我们判断，应该是乌托和上校那些人。不一定是乌托和上校那些人，这也有可能是马努特的势力。可是马努特现在已经在流亡了，由马努特本人在国外操控也是有可能的。眼下更棘手的问题是，大批的武装分子混入了难民队伍，正在向丹城涌来。丹城现在情况十分复杂，情况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预防恐怖袭击行为和震慑恐怖分子，维和部队必须在丹城核心区域加强人手和守卫，但不限于总统所在地。高院长，你有什么想法？诸位，中国维和部队对于维和的相关事宜一向是当仁不让，也绝对不会推辞的。可是我要说的是，就在昨天，我营战士例行巡逻的时候，却遭到了鲁尔总统护卫的无端辱骂。
他们甚至用到了"混蛋"这样的词语来公然侮辱我中国军人。既然有这种事儿，对于这件事情，我中国维和步兵营强烈要求，必须要有人对此次事件负责，并且向我们的战士当面道歉。我们被袭击了，我们现在需要被救助。看你们的武器装备，可不像被袭击。我就是个普通村民，被袭击了。他们还想对我的妹妹下手，她还不到12岁。什么样的袭击？啊！好好看看，给我看看。我的胳膊，我就是用我的这条胳膊抵抗的武装分子。这条胳膊，它可能会因为你的一时犹豫得不到治疗而废掉。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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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到吗？嘿，兄弟们，都过来一下。如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硬闯，然后去医院抢劫药物。别忘了，我们有枪，拿好枪，别在这个时候退缩，知道吗？一会儿都听我的指示。有人想见你们，还想知道伤害你妹妹的事情。好的，医生已经在里面等着你们了，快进去吧。你们没有听错，我要你们去总统府。你们很幸运，不能带着枪到总统府，我要收缴你们的武器。带他们走，去把他们的武器收上来。带他们进去。哼，真是太有意思了。怎么了？今天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对他们满意吗？你明明知道我现在就在塞利亚，你不会觉得连个卖命的人都没有吧？不，他们是最容易、最好煽动的斗士。不到1天，他们2个的侮辱和道歉的视频都已经家喻户晓了，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一向不太喜欢别人向我提一些问题。他们不是别人，他们是鲁尔的护卫，他们就代表了鲁尔政府的行为，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你懂的。用他们给中国维和部队制造麻烦，也就是鲁尔与中方的不和。鲁尔当然不愿意背下这个黑锅的。那他也可能栽赃给马努特。中国人常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以不管他们哪一方受到了损失，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那都是最好的机会。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一切才刚刚开始。唉，我希望我们可以快点解决问题。我还想回家陪孩子们过万圣节呢。你值得拥有。我们要玩个游戏。Eeny, meeny,
玛尼茂，恭喜你加入了。谢谢你们。哎呀，外面都是一些持枪的护卫。请坐。请坐。我听到一些消息，说有人伤害了你们，是这样的吗？是的，我们就是普通村民，从距离丹城大概100公里的村子来。武装分子骚扰你们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从1个月来1次，到现在1个礼拜来好几次。他们也伤害我们村的孩子。他们甚至连牲畜也不放过。所以说你是村长？是的，我带领我的村民对抗他们。他们抢夺了我们的武器，还有粮食。我们努力保护我们的村。他们不但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欺负了你的妹妹，是吗？是的，是我妹妹，她还不到12岁，还比较单纯。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用武力来保护自己了。所以你们对抗他们才受了伤。他们穿着是什么衣服？是制服吗？还是别的衣服？他们看起来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他们不但抢东西，还用枪射杀你们。是的。是什么样的人想伤害你的妹妹？他们是黑皮肤人，还是其他的肤色？其他的肤色。他们穿着制服，还是别的什么？穿着制服。哦，是这样。他们有没有戴着头盔？戴了。他们的头盔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蓝的。听你所说，应该是维和部队伤害了你们。只有他们穿着制服，拿着枪，人多势众，还戴着蓝色的头盔。应该是吧。你记住，中国维和部队想对你妹妹动手，你们发生了冲突，而你和你的好兄弟们一起反抗了他们，所以才会闹成这样。你必须要记住这些，知道吗？中国人戴着蓝头盔，欺负了我妹妹，我就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抵抗他们。你一定要记住，你说的这些话都是证据，好吗？你说你们对抗的是谁？中国人戴着蓝色头盔的。真抱歉，让他们又把痛苦又回忆了一遍。为了塞利亚人民的安全，可能还需要你们再复述几遍。我很抱歉。我们愿意配合。够了，这不可能。欧阳小姐，请你让他们把话说完好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5.8毫米95式子弹，只有中国人才用这个子弹。你必须要调查，并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会向总统汇报这里的情况的，请尽快查明此事。我也希望查出事情真相，不要冤枉了好人，也不要放过了坏人。这件事情当然是要越快越好，你们也要照顾下对面3位，给他们食物、药物，还要给他们安排守卫，保护他们。
不管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都要展开调查，你知道？这太荒谬了，这根本就不可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真的。那我们也没有证据说他们是伪造的呀。人们只相信眼前看到的东西，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要给高营长打电话。你现在不能打这个电话。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真的，那欧阳小姐，你现在的行为就属于包庇。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这怎么可能不是真的？丹妮小姐，请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你现在是联赛团最高行政长官呢。你还知道我是联赛团的最高行政长官？你心里真的这么觉得吗？布拉德，我一直都很奇怪，为什么自从你来到塞利亚之后，这儿的局势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联赛团，现在的形势也变得非常的混乱，非常的复杂，黑白不分。欧阳小姐，你现在的位置非常的重要，不要只偏袒中国人，要给联赛团一个交代。我们不能污蔑了好人，也不能放过坏人。在你眼里我是这种人吗？懒政不作为。好，那样的话，我不如早点打报告辞职好了。我只想要帮助你。你看那小子谁呀？嫂子怎么带他过来呀？他算老几呀？嫂子不知道你容易受刺激，你一受刺激，那脾气发起来。谁受刺激？谁受刺激了？你看他那样，我能受刺激吗？啊，一大老爷们儿，连点辣椒都吃不了。你看他辣那样啊，丹妮能喜欢他？就是，呸！他肯定跟你比不了，是吧？哎，你说他不会欺负嫂子吧？哎，他要欺负嫂子，你得上去扛着，这敢。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请你们帮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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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宋，你们先走，我了解一下情况。帮帮我！帮帮我！你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丹城。我儿子在丹城，能不能带我去啊？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别伤害我，别伤害我！帮帮我！帮帮我！我受伤了，我要去见我的儿子，可以吗？你们帮帮我！好了，我想这些中国人会喜欢我给他们的惊喜的。哎，你不会像另一个人那样让我失望吧？不会，不会，不会的，你不会的。看到那边的中国人了吗？嗯，看见了吗？我每天都在他们身上花钱，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可我不想死啊！你也可以不去。
是我的家人。确实是，你想让你的家庭脱离危险吗？你要好好干活，你想让他们活着吗？想，是吧？那就听好，看那边，看到中国人了吗？去那边，照我说的做，你的家人就能够活下来。去，快去！政府军现在打着平定叛乱的旗号，占领了医院。现在医院里有将近400名病患，鲁尔他们既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医疗人员，这不就相当于判了这400名病患的死刑吗？明明是抢粮的武装分子，现在生生颠倒黑白，变成了保家卫国的英雄。这个拉汉事件啊，未经证实就直接流入了民间。我们作为当事人之一，竟然毫不知情。我看这个鲁尔很喜欢用这个事件来兴风作浪啊。老胡，咱们必须得强烈要求联赛团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聂风，什么情况？我怀疑我们被恐怖分子盯上了。哎呀，看来啊，从咱们开始搜查他们在丹城窝点的时候，这帮人就已经把我们当成敌人了。聂风啊，有一点要注意啊，现在我中国维和步兵营腹背受敌，绝对不是巧合这么简单。而且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现在你们回城路线可能已经完全的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你们回来的这一路，很有可能遭到他们的埋伏。是的。这样啊，聂风，你现在迅速调整路线，谁也不要告诉我。首要任务是安安全全的回来，咱们再找漏洞。是。切记，一定注意安全。放心。从前面的桥向东南方向再行驶40多公里，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向丹城。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小路交替的走，这样更稳妥些。照现在这样来看，我觉得我们需要更改路线了。但是有一点，更改路线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记住，这是最高机密。明白，明白。上车，快点，走。我们要知道真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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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营长，报告营长，目前有很多难民正在向警戒哨靠近。好，我知道了。记住啊，务必把他们控制在营区警戒线之外，严密监控，必要的时候可以鸣枪示警。收到。真相！我们要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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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你们出去！我们要知道真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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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派出3辆巡逻车，他们都遭到了塞利亚人的袭击，甚至有人在街上就开始被攻击了。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引起这件事情的源头，就是中国维和步兵。中国维和部队不能让我们再受到这样的牵连了，必须要想到一个好的办法解决这件事情。诸位，在此次事件当中，我中国维和步兵营所遭受的谩骂和围攻，我相信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少。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必要背下这个子虚乌有的罪名。可是这件事情，就是来自拉汉的指控。拉汉也说了，罪魁祸首就是聂风，就是因为聂风侵犯了拉汉他的妹妹，才导致了武装的冲突。所以，你们一定要给民众们一个交代，知道吗 ，Mr. Broad？ 我觉得您现在下这样的定论有些过早了。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只有一方证言，从来没有询问过另外一位证人。而且这中间是否有隐瞒、扭曲、不真实的情况出现呢？拉汉事件，在未经官方的许可就直接流入了民间，但是影响却如此之大。我觉得诸位，我们要用最坏的打算来想一想，到底是谁在散布这样的谣言？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恶意煽动民众的情绪呢？无论真相如何，一定会离间维和部队和塞利亚当地民众的关系。信任关系是很难建立的，一旦被破坏，恢复就很难。在我方看来，目前的指控是极其荒谬的。我不知道您 ，Mr. Broad， 您为什么这么急于的盖棺定论呢？这是联赛团给予我的任务，让我来协调中国维和部队和塞利亚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希望双方能够友好相处。我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不好的影响出现啊。诸位，侵犯女性是一顶会让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脏帽子。在我方看来，在没有任何调查结果之前，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措辞。是，我承认，聂风本人脾气火爆，做事有时不按章法。但是我可以以我的人格，甚至是整个中国维和部队的信誉，来替聂风的人品做担保。我跟聂风认识，他是一个有原则、有担当而且善良的战士。有人操控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趁此机会把中国维和兵给赶出去。我请求与政府一起合力调查拉汉事件，争取尽早给民众一个真正的交代。同意。同意。这确实是最合适的方式。我会亲自去趟总统府，让他们开始展开调查的。看准目标，干净利索。那边的士兵太多了，我没法全部干掉。你不需要担心，我在车里准备了惊喜。你在开玩笑吗？我也会死的。你死还是你的家人死？你自己选，选吧。如果我能把他们全部干掉，你就给我一条生路，对吗？当你见到布拉德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命运。我会照你说的做，请你别动我的老婆和孩子。游戏开始。
长，有情况。所有人停车警戒。吴阳，冲上去！冲上去！必须冲上去！如果让他们的车辆接触到我们的车队，后果不堪设想。把他逼停！是。队长让我们停车，他怎么出去的？有情况。再快点，队长，越来越近了，马上要撞上了，那就撞上去！队长！队长，我们走。所有人原地警戒，合唱队跟着我。队长。牧羊，牧羊，牧羊，快醒醒！牧羊，牧羊，醒醒！千万别睡！牧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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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睡！听我命令，不能睡！牧羊，牧羊，听我命令，不能睡！牧羊，我得跟你说件事。说。我突然喜欢子南姐，但是你别告诉她。啊，没事，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千万不能睡，坚持住，等兄弟们来了，咱们一起回家。啊，等马上养好，我陪你一起追他。不，队长，我就这样默默喜欢他，我觉得挺好的。我看着他能喜欢他喜欢的人，我就挺开心的。好小子，是我兄弟，你要答应我，坚持住，千万不能睡。我好累呀。好，那咱们在这休息，啊，等兄弟们来。牧羊，等兄弟们来，别睡，别睡。牧羊，牧羊，牧羊，醒醒，别睡。兄弟，怎么样？牧羊受伤了，快把牧羊送回运输队抢救！快！聂风，队长，没事了，小心。队长，哥，走啊！先救秦牧羊，你行不行？我没问题，快救他，快救牧羊！
坚持住啊，莫雅。老聂，室友回来了吗？老聂，怎么了？志勇探路有没有消息啊？还没有志勇的消息。扛，也要把牧羊扛到医院。志勇，怎么样？前方路破损非常严重，无法通行。我在前方发现了一条小路，但是必须穿过他们的部落。我的部落就在附近，我可以带你们过去。你们的部落在哪儿？在那边。我们现在就要过去。没问题，随时都可以。好，那赶紧出发吧，提醒大家保持警戒。出发。我们开门见山的说吧，为什么我请两位来？这2天很多塞利亚的市民都在抗议你们中国的维和部队。我们本来就打算就这件事情跟你商议，在一切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谁把这个事情透露出去的？谁透露出去的不重要，我想对于这件事情，塞利亚的人民是很在意的，他们需要一个说法。在这个敏感脆弱的非常时期，维和部队更加需要一个公平客观的调查结果。对于塞利亚来说，只有政府军才能提供真正的保障。如果总统执意坚持，那我就先将拉罕交出来。我们可以很好的照顾拉罕。Hawa watu ni kina nani? Oh, wao ni Wachina. 这是谁？我们的酋长。Hawa watu ni kina nani? Wao ni Wasamaria wema. Wamewajeruhi watu. Hawa wanahitaji kupita hapa katika kabila letu ili waende mji wa Dani mkuu. Habari mkuu, sisi ni askari wa kulinda amani wa China. Tunaenda mji wa Dani, tunaweza kupita kwenye kabila lako? Kuna nini ndani ya magari yao? Kuna vifaa muhimu, lazima tuende haraka, hatutasababisha matatizo kwako. Nimebadilisha mawazo yangu. Tunahitaji chakula chote. Na kila mtu lazima baki hapa, hakuna atakayeondoka. 他们什么意思？他们要我们的粮食，否则不让我们走。教导员，教导员，我是15号哨位，在我1点钟方向有一批政府军正在靠近，对方有2辆坦克。完毕。保持警戒，表明立场，喊话驱离没有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开枪。是。紧急集合，一起战备。
你们立刻撤出中国维和步兵营的驻地范围。中国维和步兵营，只要你们交出侮辱小女孩的人，然后我就撤兵。总统先生，一旦开始交火，双方都会受到巨大的损失。总统先生，军人不能成为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流血牺牲，这就是军人的天职。我作为塞利亚的总统，必须要保护我的人民。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我就不配当这个总统。总统先生，在一切尚未定论前，贸然对中国维和部队提出这种要求，只会让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现在单城内忧外患，和维和部队发生冲突是不理智的。调查需要时间的，我现在就要对我人民的安全负责任。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先让维和部队跟政府军分别管理塞利亚的秩序，然后继续调查拉汉事件。我同意波拉德的说法，你觉得呢，高营长？总统先生，中国维和步兵营会按照联赛团的命令去做，但是我个人保留意见。另外，我们要求调查拉汉事件必须要由政府军和中国维和部队联合监管下进行，最终调查结果提交联赛团进行公开仲裁，双方监管，电视直播。没问题。Binti yako anaumwa sana. Binti yangu anaumwa. Ndani ya kabila langu tunabadilishana kwa ajili ya kutoa sadaka, maisha kwa maisha, ili kuokoa maisha ya binti yangu kwa Mungu. Kama msipokabidhi chakula, basi nitawaulia mbali wote nyinyi. 子南，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不交出物资，他就要把我们烧死，祭祀神明，换他女儿的命。子南，我们可以救他女儿。鲁尔撤军了，我看那个鲁尔啊，他是想把联赛团彻底解散了，他才高兴。哎，你说对了，这才是鲁尔总统的真实目的。我得在仲裁之前，把拉汉事件的所有资料准备好。不跟你说了，我去准备了。对，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要他死。明白。拉汉怎么还没到？不知道，时间快到了。哎呀！播放。我诚恳地向中国维和部队道歉，我欺骗了你们。真相是我们袭击了当地的村民，中国人想保护他们，是鲁尔指使我们这么做的。鲁尔也帮我们丰富了证词。这个视频同时已经上传了网络，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让世人知道鲁尔是个笑话。这事显然是恐怖分子故意诬陷我，我会亲自找到真相。拉汉现在也没有出庭，这个视频也有可能是伪造的，这可能是一份受到威胁的证词。所以，我们现在只有等拉汉回来，才能够得到一份真正的证词。
是谁？你要干什么？总统想见你。这不是去总统府，我们出城干什么？有个重要的人要见你。谁？等你到了就知道了。好的，了解了。总统，刚刚得到消息，拉汉不见了，并且守护他的侍卫也全部都不见了。去找到他们，每个角落都好好找，仔细找，把拉汉给我带回来。是，先生。报告，我们发现了3具尸体。Over。不要再看了。是鲁尔要求我诬陷中国维和部队，他帮我丰富证词。这个视频同时已经上传了网络。让世人知道，鲁尔的所作所为都是个笑话。我们需要真相，我们要看到证据。我们被政府骗了，拉汉需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解释才行。拉汉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们需要真相。我们需要真相。我们需要真相。中国维和部队郑重地要求，尽快地与鲁尔总统展开对话，并要求他向塞利亚人民公布拉汉事件的调查结果，还中国维和部队一个清白。高营长，吴教导员，中国维和步兵营对丹城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拉汉事件是别有用心的阴谋，我相信中国维和部队的清白。联赛团总部一定会努力争取中国维和部队的合法权益。我作为塞利亚的副总统，我认为我有义务和权利保护塞利亚人民的和平。在我离开塞利亚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感到很抱歉。我一直在与邻国进行沟通，我希望可以为逃离塞利亚的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护。副总统先生，您对处理国际关系和拉汉事件有什么想法以及建议呢？拉汉是受人指使的，她不过是鲁尔的棋子。他只是为了给维和部队抹黑，而且驱逐国际力量，抢占政治资源。鲁尔一向是如此，他只是为了一己之私。鲁尔这个人根本就不顾塞利亚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当然，这些都是暂时的。有国际社会的帮助，我相信塞利亚的明天会越来越好。副总统先生，您下一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我会努力的去跟鲁尔进行和谈，为了和平，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会努力的。兄弟们，你们想让我们的领导回归吗？想，绝对不会放弃。只有副总统才能带领我们实现和平。我要求，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间了。重新进行总统选举。鲁尔滚出去！我要求鲁尔滚出去！和国际滚出去！在塞利亚滚出去！朋友们，现在的情况估计你们也看到了，最近这段时间期货市场也要断货了，所有的客户都在关注我们开发的新货源，我们要实施计划了。现在阿明先生，是该你出场的时候了。当下鲁尔迫于舆论的压力，他肯定不敢回绝你，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你要把握住机会。乌托，你说的非常的好，这次多亏了你找对了人。唉，拉汉的事件办得干脆利落。这个视频呢，也给鲁尔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做得非常好，我的朋友。不过，我想说的是，马努特此时恰好配合了我们的计划，这次鲁尔是在劫难逃了。那么如此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了。听我说，朋友们，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呢，必须让阿明先生尽快的回归政府。上面已经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了，他们现在非常的不开心。你上面真的还有人吗？朋友们，跟华尔街的那些大佬们相比，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弟。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干杯！我在此声明，我绝对不会放弃我为国效力的权利。我要求总统府和联赛团一起对塞利亚的选举进行合理的监督。总统先生，马努特在国外确实蓄积了不少的力量，对咱们来说是个威胁。再加上拉汉的事件使咱们的信誉大跌，现在真的是腹背受敌。我不想听这个，你就告诉我解决办法。总统先生，布拉德先生他现在是联赛团的一员，我们可以去找他，他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总统先生，布拉德先生想要见你。钱已经到你的账上了，我要看到结果。我会尽力的，你放心吧。很好，我相信你，别叫我失望。布拉德先生，拉汉死了。拉汉，他不是总统的客人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们擅自离开了酒店，发现的时候已经死在街上了，而且没有人对此负责。我们需要联赛团的协助来帮助我们度过这次的难关。维和部队早就已经和总统先生划清了界限了。作为塞利亚政府，我们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希望阁下能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我相信拉汉事件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的。现在呢，他已经死了，还是在政府军管辖区，这是不是也就证明了政府的无能呢？你说呢，总统先生？布拉德先生，你好像对拉汉的死早就知情。别担心，总统先生，我此次来这里呢，就是为了塞利亚永久的和平而来。我现在有2个计划，第一个是阁下之前的行为是被别人给利用的，我要与维和部队之间有充分的沟通，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那第2个呢？那第2个呢，是我要对外发布阁下之前的做法，就是要与联赛团分道
杨彪为了控制住塞利亚，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政治权谋，甚至不惜利用拉汉来挑拨维和部队和塞利亚人民之间的关系。